现在正对着这个辉煌的大楼啊，就是他们街道的一个办事处，或者是街道政府所在地。我的右侧这马路呢，就是文明路，你看到巨大的这种大的橘子树进进出出，那这边就是花街了，这边有一些兰花品种好像更多一些。这个兰花现在应该说价钱大家都能接受，这上面放了一些小鸟，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是观音菩萨已经给你摆上了。云海禅寺筹建处，这个就是高尔夫球的练习场。但我相信啊，过不了多久，这块地方应该也会开发建楼的。现在呢，我在南村的市民广场啊，我们在这边出发，开始第二段的骑行。但是我想着还是到广场上面去转转。这边有他们的文化中心、市民广场，正对着呢，其实就是街道的政府大楼。南村相对是比较富裕的一个村呢，现在应该叫街道了吧？它据说是以电商著称，它现在肯定是多元化发展啊。它不仅保留着一些以前的古迹，比方说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余荫山房，那同时呢，它也有很多类似这种新城区的模样啊，就是万博，现在这个商务区啊，就在南村的辖区之内。这边有高速公路通过，也有很多新的市政马路，但更多的呢，就是安居乐业的这种小区啊。现在我骑行的这一片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市民广场，边上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啊。现在正对着这个辉煌的大楼啊，就是他们街道的一个办事处，或者是街道政府所在地。可以说这边的当地人是吃到了这些改革开放的红利啊，但是外来的很多的居民啊，都是寄居在这边打工的为主的一个群体，所以这边呢，各种各样的消费层次都有。现在我前面这条马路呢叫国泰路啊，对面呢就是华南碧桂园的这个门，非常之大的华南碧桂园，应该说跟祈福新村有着一比的一个大楼盘。这条马路呢，因为就靠着政府的所在地边上，自然装扮的也会更加好看一些。我的右侧就是古色古香的围墙里面呢，也是那种中式的合院，叫清华坊，那就是这种江南徽派的房子。
我的右侧这马路呢，就是文明路。你看到巨大的这种大的橘子树进进出出，那这边就是花街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每年都会在这边举办花市。这里主要摆放的就是那种放在茶几上啊，或者是案几上的，要不就是摆在门口的这种大大小小的藤橘。广东人对这个橘子是非常执着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大吉大利啊，也是满满的果实，也是多子多福的寓意。今天应该是第一天啊，我觉得还不够热闹。只是那些大棚的橘子树呢，都已经摆了出来。好，这个右侧有一些兰花，还有卖柚子的。再说了，这是传统颜色的这种兰花。我自己降价。本地呢也有种花的啊，但最多种花的呢还是在顺德或者靠近顺德的番禺，还有芳村那一带。这边有些兰花品种好像更多一些。这个兰花现在应该说价钱大家都能接受了。这上面放了些小鸟，有意思。但是这几十年前啊，兰花呢可是名贵的花卉，动辄上万的。也有一些这种小玩意儿、小的花卉，就可能就摆在写字台上面这种。这里比番禺其他地方早开了几天啊，所以呢，相对来讲啊，应该没到广东人逛花街的时候吧。这是哪个私立学校的孩子在这边逛花街？看他穿着整齐的校服。我说的清华坊嘛，应该是，就是这个墙后面那些房子，古色古香，看上去还是很好看。因為你自己調咗佢啦，我唔得閒。定係拉過嚟呢邊買啦。你們拉住佢嗰邊都得。我冇驚。你看啊，这样的摆设，就放一个大的兰花，在前面放了2盘小橘子，在家里头这样装扮一下，应该也蛮有气氛的。这边呢，还是有买一些这种粘贴的啊、悬挂的福字啊，应该还有专门有人写对联。今天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人挥春，挥春就是在这边写对联。这种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忘了，上次有人跟我介绍过的，就有点那种信佛的人的那种含义，但是广东人可能把它当成黄金一样的东西来摆设。
少一点。没想到的正宗山西老城脆老城呢。毕竟今天是花市开市的第一天啊，就好像大家还在准备过程当中。虽然也摆了一些花，但是种类数量都不是很够，应该陆陆续续还会引来更多的各种品种的花卉。这家我去年好像来过，这些专卖兰花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这种兰花现在很多种颜色，真的姹紫嫣红啊，争奇斗艳。这边还有南村的义卖活动。这边是有人专门写字的。不要拍那个了，就拍我自拍杆。快一点，来，你们再公开一点。打开了，红色了吧？红下去了吧？清华坊啊，这个就是清华坊的入口，还是很漂亮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边写春联的一些书法爱好者、书法名家在这边为大家写春联，写的还是可以的。还有禁毒宣传。可能今天人比较少啊，所以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边不仅仅是卖花，还有很多公益的、慈善的活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2026年的花市的门口，马行大运，恭贺新喜。马道福林2026年番禺区迎春花市南春花季。我身后的就是南春花市，其实也是番禺区的一个最重要的花街，所以来看看。虽然今天是开张的第一天，人并没有那么多，但还是看到了一些热闹的景象。所以这种传统文化呢，还是应该保留。这一年就那么一回，大家喜庆一下，我觉得也相当不错。就在这个边上也有一家专门开花店的，各种品种也是非常齐全的，像一个小花市一样。现在我头顶上呢，就已经是南沙港快速路了。仁和路，这些地方都是南村的这种
村庄边的老街了。总体来讲呢，王府人呢，他们还是以做生意为荣的。当然，这也是他们能够赚取自己生活资金、平时消费维持家庭发展的主要的来源吧。但这边人的做生意呢，他们是讲究一种生意经，也就是说，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法你能够做长久生意作为主要的目标。所以这边人你可以看到，他们做生意很少吆七喝八的，也很少狮子大开口，要不就是感觉在忽悠，就很平静。大家坐下来喝喝茶，聊一聊就有时候就把生意做成了。这条仁和路呢，我看右侧其实就是清华坊这个社区了，非常幽静的一条马路，而且在本地来讲应该是站的最好的位置，就在政府所在地的边上你看这种算是联排别墅吧，但是它是中国式的传统建筑风格。其实这两边还都是，你看左侧这个门进去也是清华坊，当然右侧也是左侧这里面有湖有绿的地方就是市民公园了。我觉得南村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村，也不仅仅是一个城中村，它现在其实是一种新农村的写照或者说也是一种县城往好的地方发展的一种典范。就你看这边，你完全不能说它是农村了，但是呢，它还保留着很多乡里乡气的一些情景、生活习惯我觉得这是最舒服的。我现在又回到了国泰路上了那么就沿着国泰路往前走吧。右侧就是我刚刚已经去兜了一圈的花市的这条人民路了。左侧马路对面呢是南村中心小学。右侧是玉山公园就是有一座小山坡。现在我在国泰路对出的这条叫新文路路口等着红灯，就看到一个房子上面写着中国团体制服校服生产基地。这条新文路一直骑下去呢，应该就可以接到南大路，也就是南大干线的这条马路。
然后我们从万博商务区那边骑回去。可以看到左侧的一大片区域呢，都已经进行了改造，已经变成了新城区那种房子了。前面呢就是这条大道南大干线，似乎可以随着车流过马路。这条马路叫新南大道中。这个地方我好像没有怎么来过，我干脆在里面去转转。我的右侧呢就是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还算比较大的一个医院。这个地方叫什么？万博珠江城，应该是一个有待于开发的大楼盘吧。这边有个叫海云寺，但这是一个筹建处啊。就现在很多的老的这种寺庙都被重新来恢复，这个就属于是这种，你看啊，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是观音菩萨已经给你摆上了。云海禅寺筹建处，我就是被这个名字吸引进来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土地正在筹建这些大盘。你看，这里又是一个万博江岸学府大城。再往前去就没有梅柳了，我们在这边就准备左转，往里面去走一段，然后看看小路回家去了。今天风特别大，应该是刮北风了。可以看到这个马路两边其实都是各种各样的房子，都是大高楼，但是呢，前面也保留了一些当地村民的土地。这是一个小公园，现在只有那些大房地产商来成片的开发，
才会把边上那种绿地啊、公园啊都建起来。你看啊，这里就一街之隔，都是农民的房子了。华师附中番禺小学也算引进了一些好的学校。我已经不知道我走到哪里了啊，凭着感觉走吧。感觉右侧前方这片应该就是华南新城吧。就这地方平时真的都很少来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转到这个地方。这个附近呢，都是一些村庄，然后村和村之间呢，还是有很多的山坡地。那再往右侧里面去个1公里，估计就到江边了，可能都不用1公里了。然后沿着这个江边呢，就有一个楼盘叫华南新城，是个比较老的楼盘，应该也开放了很多年了。但现在边上呢，又有更多的楼盘在开发。你看啊，这个望过去多少楼盘？哦，这个就是华南新城的高尔夫球的练习场啊。我们到边上去转转。这个就是高尔夫球的练习场。但我相信啊，过不了多久，这块地方应该也会开发建楼的。看来这边楼是越起越多，越起越高。但是最近的形势呢，相信销售不会很理想啊，就需要熬。大的发展商呢，有这个能耐，有资金可以扛得住，但是很多小型的呢，都已经倒产，很多已经跑路了。怎么才可以去到江岸呢？现在这些江岸都成了新楼盘的施加地了。这一段记录的已经够长了啊，那我们就在这里呢结束我们第2段的骑行。今天骑到了南村花卉花街啊，那到这边呢已经来到了华南新城边上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从在南村骑行的街景。我们在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这边呢准备骑到南村万国商务区去，我们一会儿见，拜拜。